好，各位好，我們來解今天LeetCode 的困難問題。這個是第1345題，所謂的 Jump Scans。好 ，Submit。所以我們看到它的執行時間是34毫秒它是一系列的當中的第4題。它確實是標示為困難的問題。我們看它的大概一個題目它這邊它是給一個陣列的整數假設叫 array。那一開始你當然就是在它一開頭的 index 當然我們一般講的開頭的當然是 zero index。好，那在每一步你可以跳躍從 index i 你可以跳躍到什麼地方？你可以跳躍到 i 加1，也可以跳躍到 i 減1只要它是在那個array 的範圍裡面。好，那另外你還可以跳躍到 j 的，那這邊的情況就是說，它跟 i array 在 i 的值 array 在 j 的值是相同的。基本上它當然 i 跟 j 是不相同的，所以它要你返回的是你最少跳躍的次数從你開頭一直跳到最後。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相關的一個例題。好，例題的部分我們先看第一題。它这個 array 呢，它是100、-23、-23、404，再來是100，再來是23，再來是23，再來是23，再來是3，再來是404。所以我們跳躍的方式當然就是你先從100直接跳到下一個100它這邊就只有2個100，然後它的在下一次跳躍呢，100呢，它是可以跳到404，跳到前一格因為404它最後是在最後一個 index 呢，它剛好那個值是404，所以在這邊的話，它總共跳躍的步數是3那像是例題第2題，它只有一個元素是7，所以就是0第3題的話，例題第3題也很簡單，因為它首尾的值都是7，所以跳一次就能夠解答了。好，接下來我們看它相關的 constraints。constraints 當然是跟這個解題是有相當的關聯性。那我們大概看這樣的一個問題，它一個解題的步驟不外乎應該就是所謂的 BFS 的方式廣度優先搜尋的一個方式。那基本上你當然就是可能你就是把它寫成一個雙回圈你都每一层一层一层的這樣。但是你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s， 你看它 array 的長度，它是最短是到1嘛，最長是可以到5萬所以这個還好。那但是它的值是介於-10的80方到10的80方之間所以你碰到這樣 constraint， 這個很明顯這個需要用到所謂的 hash map。那所以我們在實作的時候，我們會用到 C++ 裡面當中的unordered map 會用到它。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針對這個問題的一些考量。所以基本上你當然就是它是一個圖論的問題。那我們剛剛也講過，它是用 BFS 去找尋最短的路徑。那當然你就當中你要優化你的所謂你的 edge 的它的一個走法。那我们這邊這個當然就一般大家都知道大概的一個解法。第二個部分是稍微要留意的，就是說
我們在當中我們會去建構一個2D 的 container，這個假設我們命名就叫做 dict，它是一個2D 的一個容器啊，它這樣一個 hash table 或者這樣一個 hash map， 其實它這個是應該是我們在開始實作裡面，當然是它是最耗時間的。好，所以我們在這邊呢，我們會有第二個解答。第二個解答，我們實際上就是將這個2D 的這個 container， 我們將它去取代為一個 1D 的 hash table。那原則上，這個 1D 的 hash table 呢，它基本上它是 linking list 的一個 header， 所以我們還需要去定義一個 array， 叫做 nxt 的啊，基本上就是指它的下一個元素，所以我們這邊是有用到array 版的 linking list， 再加上 hash map 的方式啊，去做我們第二個解答。好，那我們看一下我们的 code 的撰寫的一個方式。那我們先講我們的一般第一個解答，這個大概是一般人比較常用的一個方式，但它的效能並不是太好。那我們雖然這邊是用 C 陣列去實作所謂 Q 啊，它是會稍微快一點，但是它影響並不大。另外，我們也用一個 bitset visit 去針對你有走訪過的那些節點，我們必須要做一些記錄的一個事項。好，然後 n 呢，當然就是 array 長度。那你進入到我們的主要的一個方法，你當然要將 visit vis 呢這個 bitset 你要做 reset 的動作，全部都是0。好，所以我們第一個解法當然就是用到這個一個2D 的一個 container。原則上呢，你在使用的話，我們會建議你還是叫 reserve space 基本上它是你應該 n 到 2n 應該都是 OK 的。那我們是設定 n 個 space 給它。好，那所以在我們一般的第一個解法，我們当然就是先將它的 array 在 i 的值只要是相同的值，我們都是把它放在一個相同的 vector 裡面所以它這樣一個 2D 容器實際上就可以將我們這些的index 呢，將它做一個適當的一個分割然後我們就要將我們的 Q 我們將它 reset 方式其實很簡單，就將 front 跟 back 這個兩個變數都設為0。好，然後我們當然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將我們的0一開頭的那個 index 就 0， 你要把它 push 到 Q 上面，當然我們就用這樣一個指令就完成了。然後我們看下面的步驟。所以下面步驟原則上就是一般的BFS 所以這邊我們原則上來講就是雙回圈。那當然在後面的部分，你當然我們這裡的 step 是要加的那我們可以大致看一下，所以它是所謂的 level wise。所以我們在這一層，我們当然先算它這一層它有幾個，然後在內層回圈，我們只要它這個 x 呢，只要是大於0，我們就去進行，然後我们就取得current 呢是我們的 q 在 front 的那個元素所以我們這邊當然就同時這個動作其實就是做 pop 的動作。如果呢我們的 current 是等於 n 減1，實際上我們就得解了。好，所以我們原則上我們可以去
往前跳躍啊，往前跳躍，當然我們要看它是不是在我們的 array 的範圍內，它是被走訪過。如果這兩個都成立的話，我們當然就是將它 push 的current 減1，我們就 push 到我們的 queue 裡面，同時我們也把它標記它是走訪physical。那另外呢，也是它 current 加1的情況，我們也是做如是的一個處理。那比較關鍵當然就是我們看它在這個 vector 就是 dig 在 array current 的一個當中的所有的 index 一樣是做如是的檢查如果它沒有走訪過，我們就把它 push 進來 ，index push 進來同時也標記它是 visit。好，這個大概我們是一般的一個解法。那如果根據這樣的解法，最好的情況它大概就是59毫秒我們可以記錄一下這個時間。好，那我們比較好的一個解法，因为它原則上就是主要是它的一個2D 的容器，它是拖慢整個時間的一個關鍵，所以我們第二個解法，我們會建議採用所謂 linking list。好，所以我們在這裡的一個做法，我們在這個 dig， 我們這個時候它就不是一個2D 的容器，而是這些 linking list 它的一個 header。好，所以我們在前面，我們當然應該要有個 NXT 的一個 array 它應該就直接把它宣告成為一個 global variable 就可以了。好，那我們看這邊你在做我們的切割的動作就是我們只要是相同的 x，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個 linking list 裡面所以我們這邊的 x 呢，如果它看看它是不是在 dig 裡面如果它沒有的話，我們當然就是我們的 i， 當然它就會指向-1-1代表是空啦。好，不然的話，我們的 NXT 它就會指向我們的目前的舊的 dig 的值所以這個 IT 它的 second 當然就是它的它的 value。那基本上 dig 在 x 的值都設為 i 所以這個是我們跟第一個approach 不同的一個地方。好，再來我們來看它在整個回圈的一個做法。在回圈的做法上，为了方便起見呢，我們這邊就把它寫成一個 for 回圈那我們就大致知道它的整個一個操作。那主要它的一個布林判斷，只要是它的 array 非空，其實就是它這個一個邏輯判斷，就是 from 只要是小於back 的話，它的 q 就是非空。那目前這個 layer 它的一個個數應該就是 back 減 from。內層呢，我們也是用壞回圈只要 s 大於0，我們就去進行，然後再去減。所以前面這兩個步驟都其實跟第一個解法大概都一樣。我們主要看的是在在它處理相同的 x 的部分。好，處理相同 x 的部分呢，它假設 x 呢是 array 在 current 的值，那所以我們要怎樣將這個整個 linking list 做一個走訪其實一開頭所以是 dig 在 x 的值那沒有問題，只要 IDX 不等於-1我們就去進行下面的事情，然後它的變化量就是指向它的下一個。好，所以只要它IDX 沒有被走訪過，我們就將 IDX 加到就 push 到這個 Q 裡面同時我們標記 IDX 它是 visit。好，那在這個內層回圈
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 for loop 完之後，記得這個一定要設為-1啊，這個必須要做。你直接設為-1會把它 erase 要快一些啊，你當然也可以 erase 掉，但我們建議設-1就可以啊。最後這個-1當然是它永遠都不會達到，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never reach。好，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在 LeetCode 上一個執行的一個狀況。好，所以我們現在到 LeetCode 的一個頁面啊，所以這邊應該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第二個解法啊，第二個解法啊，第一個解法我們那個就不 run 了哈。那我們在這邊直接執行。好 ，submit。所以我們看到它的執行時間是34毫秒啊，確實是擊敗100%C++的使用者。